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克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很多人听到我在美国留学，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哦，那你英文一定很好哦。那我其实也有开一个讲英文的频道，你可以点这边。但是我发现好玩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在我英文频道上面一些影片会收到一些回复，然后底下就会有人嘲笑我的英文有台湾腔，或者说我的英文就是 English， 就是说有点像亚洲人的那种英文腔调。但是我细细看发现，底下回复认为我英文不好的人，通通都是中国人或是华人。为什么有台湾腔英文就代表英文不好？这就让我想到在台湾的时候，很多朋友或是亲戚都会说啊，我英文不好，我台湾腔很重，我有口音。到底英文口音跟英文好不好有什么关系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英文有美国腔、英国腔、澳洲腔、纽西兰腔、加拿大腔，这些都还只是非常粗略的分法而已。在英国就有10几种不同的腔调，不同的村庄、不同的州、不同的县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英国腔。那美国的各种口音就更不用说了，纽约有纽约的腔调，加州有加州的腔调，波士顿有波士顿的腔调，南方的州有南方州的腔调。而台湾口音不是也就只是一种口音，跟英国腔、美国腔没有什么两样吧？更别提欧洲人有欧洲人的腔调，法国人、意大利人、德国人、北欧人，他们都有自己英文的腔调。非洲人他们讲英文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殊的非洲腔。南美洲跟巴西他们讲英文的时候也是有不同腔调啊。在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很多同学都觉得我英文还算不错，甚至很多人都觉得我应该来美国好几年了。但是我一开始也会问他们说，你们不会觉得我有腔调吗？然后他们就会说有啊，但是你英文还是很好。这个观念蛮新的吧？就算在美国，很多土生土长的人也都会有自己的口音，拉丁裔会有拉丁裔自己的口音，日本裔通常还是会带有点日本裔口音，华人也还是带有一点点华人的口音，而南方州的人也会有南方州的口音。就好像我们一个老师，他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，就突然间不小心飙出南方腔，他说哦不好意思，我从小时候的南方腔突然跑出来了。这就代表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腔调，有腔调并不代表说英文就不好。就好像你不会跟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说哦，你中文好差，你有北京的口音一样。有口音就是有口音，跟他语言的程度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。只要你能够听懂别人说什么，只要你能够流畅的回复别人说什么，只要你能够理解书上写什么，然后你能够写出你想要表达的东西，那你这个语言就是算 OK 的啊。就好像我一些在台湾住很久的外国朋友，像是瑞门，看我都在画画，看没有大眉毛，色铅笔做的，其实就是一个前女友。把灯都关灯。他的中文也很好啊，大家都说他中文很好，但是他中文就没有腔调嘛？他中文也是有腔调啊，但是有腔调不代表什么。我们听到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哦，你有一个外国人腔调，你中文好烂哦。可是他除了腔调之外，他用字遣词非常生活化，非常台湾用语，他非常能够听懂大家说什么，甚至他可以写出很有诗意的文字。这些都代表说他中文很好啊。好了，我不是要赞美你啦，瑞人，但你中文很好是真的，可以退下了。总之，当我看到有些人在我英文影片底下回复说我英文很烂，叫我不要开口说英文，因为我英文有口音，而这个人还是一个华人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你的民族自卑心到底是有多重呢？英国人在讲英文的时候，并不会觉得遮遮掩掩、害害羞羞，觉得他英文不好，因为他有英国腔。就算印度人，大家都说印度人的英文很难懂，但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英文不好，他们就只是腔调很重，很难让人听懂而已。我身边很多美国的同学呢，也都是说有些人呢口音很重，但他们不会说有些人英文不好，因为英文好不好跟口音重不重是两码子事。只要你觉得你自己的用字遣词没什么问题，只要你觉得自己文法 OK， 词汇量也还够，那你为什么要怕自己讲英文有口音呢？口音这种东西有时候很难矫正，因为是你从小练出来的发音方式，会跟着你一辈子。虽然说长久练习，并且住在那个区块一段时间的话，久而久之你的腔调也会越来越像那个区块。当然，腔调就只是腔调，你可以为了要像某个地方的腔调而去刻意练习那个地方的腔调，让自己说话更像那个地方人。但是呢，没有必要因为自己讲话不像那个地方人，就觉得自己英文不好。有台湾腔不代表你的英文不好，懂吗？所以这个影片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让你不要再害怕开口说英文。当你真的住在一个各个种族混杂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腔调其实没那么重要，因为大家的腔调都不一样，你甚至不能说哪一个腔调是对的、正确的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希望你喜欢这个影片，并且开口练英文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给我个赞吧。你可以留言在底下说你比较喜欢哪一国口音呢？我个人是觉得纽约腔的英文
跟伦敦腔还蛮性感的。最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每个礼拜五会有新的影片出来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